明明全是吃人的怪物，男人却还是砸破窗户跳了出去，因为屋子里的东西更加可怕。只见那段诡异的音乐再次响起，音乐盒也凭空出现，地面不断发出阵阵敲打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从下面冲出来。而更诡异的是，那些平日里见人就扑的怪物，听到音乐后竟然全都止步不前，显然对屋里的东西充满了恐惧。警长也不敢多待，于是连忙朝屋外跑去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，是他亡妻的呼唤。 Come back to me. 妻子的出现让警长有些愣神，直到身后传来怪物的嘶吼，他才猛地回过神来，转身一看，亡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没时间多想，警长急忙朝着安全屋的方向跑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公子，在此耽误大家3秒钟，我正在参加抖音3月份的精选作者投票活动，麻烦大家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击左下角的链接，或者扫码投个票，谢谢大家了。自从音乐盒出现之后，小镇上的怪事就没停过，于是警长打算重新回地牢一趟，那是他第一次发现音乐盒的地方。他断定只有把那东西彻底毁掉，那些深陷梦境的居民才有救。第二天天刚亮，警长就带人赶到地牢，却发现入口已经凭空消失了。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莎拉突然说她听到了音乐声，随即蹲下身子开始摸索寻找音乐盒。There's something. It's here. 但还没等他找到，他的头便开始剧烈疼痛起来。警长想上前扶他，却被他猛地推开。莎拉说那东西正在跟他说话，还在不断嘲讽警长，说这一切都是他亲手带来的。It got so excited when it touched your arm. 这一幕把两个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对方难道就是小镇上的梦魇？还没等两人缓过神，莎拉突然大喊出朱莉的名字，说所有人都逃不掉，梦魇会把他们一个个杀死。果然，留在家里的朱莉开始出现异状，她也陷进了梦魇之中。再找不到破解的办法，朱莉这条命就悬了。与此同时，首领在森林里也有了新发现，约翰并没有被怪物吃掉，而是倒在地上昏迷不醒，同样被困在了梦中。小镇上接连有人出事，所有人都开始人心惶惶，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。哈比莎急得没有办法，为了救回女儿朱莉，她找上了维克多。作为最早来到这个小镇的一批人，维克多知道的事情远比别人多。当年他的母亲为了保住孩子，独自钻进树洞寻找出路，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但维克多却一直好好活着。哈比莎听完心里已经有了打算，他要用同样的方式救回朱莉。两人很快赶到树洞前，哈比莎没有丝毫犹豫，头也不回地钻了进去，下一秒就被传送到了森林深处。与此同时，警长打算一个人回到地牢，他觉得上次带出来的火把很可能就是打开地牢的钥匙，但还没走出几步，迎面就被一个居民用枪拦住。自从警长从森林回来，小镇上就没消停过。男人认定警长是和怪物一伙的，于是二话不说就要开枪射杀。好在警长反应够快，抢先一步将对方击倒，但手臂还是挨了一枪。可救人要紧，他咬着牙忍住疼痛，继续朝地牢赶去。他把全部希望都压在了那根火把上。很快他再次进入地牢，那个音乐盒就静静躺在地上。但真正让他倒吸一口冷气的是，朱莉几个人竟然被绑在这里。警长断定这一切都是音乐盒搞的鬼，于是当即就要将其摧毁。就在这时，亡妻再次出现在他面前，开口劝他住手，说把这几个人救出去，只会让他们承受更久的折磨。 It's not your fear that feeds the forest boy. It's hope. 妻子的话让警长心里动摇了一下，但朱莉几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把他拉回了现实。他抓起火把，狠狠将音乐盒砸毁。随着音乐盒碎裂，朱莉几人也从梦魇中挣脱醒了过来。可朱莉并不知道，她的母亲已经只身闯进了森林禁地。此时，塔比莎推开灯塔的门走了进去，楼梯两侧散落着各种儿童玩具。她一步一步爬上顶层，迎面遇见了那个神秘的白衣男孩。 Sorry, this is the only way.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，四周全是精密的医疗仪器，环境无比陌生。他慢慢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离开小镇了。医生走进来说的话则让他更加震惊。 3 days ago, a pair of hikers found you in the woods. You were lying unconscious on the side of the trail. 他转头望向窗外，外面是真实的街道和人群。塔比莎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，这一切是真的吗？自己真的逃出小镇了吗？